嗨，好，我是 Scott。今天我们来聊一聊2025年预言。这2025年，各位预言大师都对它进行了预测，特别是最近就是大数据一直推送我这些内容。是吧？你看，有蒙眼红婆、对阿南德，对，然后还有这些布布莱登，最近特别火。他们都说2025年有大事要发生。这2025年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呢？这些灾难能不能提前避免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现在说这个叫诺查丹马斯，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比较鼻祖级的人物啊。首先他是一个犹太裔的医生，然后他也是占星这个学派的。那据说呢，他这个预言的方式是用这个魔镜穿越时光，看到一些现象，然后来预言的。那他就把他看到的这些事情或者这些预言写成了诗。中世纪嘛，那也比较久远，所以他写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晦涩难懂的，非常隐晦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关于他说的这些所谓的预言呀，这些东西都是后人去揣测，然后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一些推演，然后解释。这样我有看过他的那个诗啊，他好像说的是有，反正但是也不一定是具体是什么事儿。就你会觉得他是很模棱两可的嘛？在他这个预言里面，他又说2025年欧洲会爆发这个战争，会有一个古老的病毒卷土重来。然后他写的这个大概有1000多首预言诗嘛，就被集结成了一个这个书。那据说呢，之前在二战时期，希特勒也曾利用他写的这些预言来进行一些宣传。让大家相信说这个希特勒他的胜利是必然的。好像自古以来，一些统治的帝王都会通过这种预言的方式来证明它的合法性。对，像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在中国古代有什么事情的流传，他们会先把这个事情交给那个小孩去唱一个歌谣，然后把这个事情传播开来。我记得那个《天使同安纪晓岚》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原来是在地底下的，然后有一天这个观世音菩萨就从地底自己长出来了，然后很多人就去拜他，然后就有一个人说，哎，就是我每天在这儿祈祷，结果神灵显灵了。显灵了，对。哎，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聚集民众。对，这点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知道，因为很多都是大家推演的嘛。这其实我们也会说到这个预言家他到底是怎么来预言的。大家大部分看到的这个有2个流派，一个就是有一些事实依据，就是所谓的这个占星术，另外一派就是通过梦境、通灵、托梦这样子。那像占星术，大家都知道这个，像诺查丹马斯他也是靠占星的，还有一个这2年特别火的印度神童阿南德，他其实就是占星的一个代表嘛。最开始出名也是因为他成功预言了这个 COVID 的出现，就是他在2019年8月份就发布了一个视频，说11月份会有大灾难。但他如果要做预言，他就要去看历史上，比如说五星连珠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时候，是不是有对应的灾难，对，是吧？对，那他也就是要去推断说，当时的星象跟当时的灾难，以及现在的星象和现在的灾难之间是不是有所联系？对。那他最近的一次这个预言的演讲呢，就是在刚刚在台湾进行的这个亚洲区块链峰会上。这一次演讲当中预言的主要依据就是说，在2020年左右会发生土木合相，就是说这个土星跟木星在天空中出现的距离最近了。那这个星象大概是每20年会发生一次。那占星界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凶相，是有大变故发生的一个征兆。那下一次不是2040年吗？对，现在是2024年，马上2025年，那还早呢。但是我有去查一下，说这个土木合相之前有没有发生相关的，就是在1345年的时候，也是土木合相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就是黑死病。然后是在17世纪初的时候，欧洲殖民扩张力量的变化嘛，在1602年成立了这个荷兰东印度公司，包括后面在1623年的时候，你看正好差了差不多20年嘛，那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然后就说到这个2020年，那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嘛，这不是特别准吧？我觉得前后嘛，是吧？那你看这个行星的位置，它也是不一样的呀，它就是
相对变化的。那他就举到说，这个2020年的时候 ，Web 3.0这个技术的出现，包括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远程办公啊这些，虽然这些技术老早都出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彻底改变了人的这个生活，包括 AI 的方式的出现也是这个时候。对，其实我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嘛，我还在想，哎，你说这区块链峰会不是高科技界聚会，参加的都是什么哪位大老红呀，然后还有这以太坊的创始人啊，这些人怎么会请了一个占星呢？需要有人给他背书吗？去证明他的这个决策的正确性。就说，哎，怎么科技界大佬也相信占星学吗？他在这个峰会上的演讲主题就叫从占星的角度来理解科技的未来。哎，不过你说现在这个 AI 训练模型啊，它中间有一块东西是黑箱操作的。其实，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大模型神经网络嘛，你从这个输入端到输出端，你中间有很大一块我们叫做隐藏层嘛。这个隐藏层其实现在人类是不太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的，因为很复杂嘛，你们又神经元又特别多，上亿个参数点，对吧？我猜可能是就是要通过占星的方式。这个阿南德他在这个峰会上就提出说，这个2025年呀是人类迈入新纪元的一个关键节点，400年的一个大周期。但是说从历史上来讲呢，这个新周期的开始都会伴随着很多巨大的变革，包括社会秩序啊、国际关系啊这些的。那他这说的也很笼统啊，也没说什么具体的。哎，他也有说一些。有3点具体的，那他就是说，在2024年年末到2025年这个阶段，那说这个土星和月球的北交汇点是在南海，那这个就象征着是说跟水有关系的区域会发生事情，就可能会发生地震、海啸，这样子。4月份可能会发生种族灭绝的事件，这个就说的非常模糊了，但他还说这个事件会被掩盖。当局啊，政府啊是不行的。但他也没说是在哪。没有，这一点他是没有的。再一个就是说会发生一些区域冲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他很有意思，他是美国的一个叫金融占星师，他把这个行星周期跟金融市场走势放在一起来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些规律。那他觉得这股票是会涨这边？但是他并不擅长于股票，他擅长于分析的是这个黄金啊、白银啊这些贵金属类的。而且由于它是一个付费课程，所以看不到太多的。主要是为了卖课而已。它其中一些观点就是说，这个金星跟那个大豆交易是有关系的，木星和海王星共同守护这个双鱼座嘛，然后他们会跟这个原油交易的高低点有关系。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说到这个做梦啊、遥视预言的代表有2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是咱们知道这个保加利亚有一个盲眼龙婆，她叫巴巴万加，她其实在1996年就去世了。但是据考证呢，就是说它有超过85%的预言都成真了。那它就是说，2025年是人类终结的开始之年，这个欧洲会有大灾难的发生，会导致人口的急剧减少。有预言到说，这个叙利亚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但其实你看，叙利亚已经出现了。就这几个月嘛，这个政权被这个反政府武装占领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今年的大红人跟川普也有点关系，这个布兰登·比格斯的预言啊，他是从川普开始竞选以后突然就特别火的一个预言家。那他就是靠这个在梦里看到，其实他在3月份的时候就预言说川普会当选了。但是他也预言说，美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比1930年大萧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时期。他甚至还说，川普会在办公室里乞讨，然后抱头痛哭这样一种。他在7月23号的时候又发布视频呢，说在梦里看到这个道指大跌数千点。哎，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能看见我看不见呢？就我也想梦见下一期彩票是啥呢？然后他还说，这个大崩盘可能将发生在这个12月到1月期间。经济的这个崩盘可能会历时4年，其中还有一些细节，那就是说，美元会变成这种什么数字货币，然后购买力会减半，
不过现在这些货币好像都有变成数字化的趋势嘛。你看手机支付，就几乎全都是无现金化交易。澳洲现在也是90%的人都会选择刷卡。布兰登·比格斯他还有说，就是原油这个价格，就是说可能沙特呀、俄罗斯啊、中国会联手，导致这个石油价格可能会暴涨。那其实各位大的预言家发布的这个2025年的预言当中，多多少少涉及到了会发生一个海啸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自然灾害的预言。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说到一个日本的女漫画家，就是这个龙树良，她不是有一个寓言漫画叫《我所看到的未来》吗？那其中她在这个里面也有预言到说，2025年的7月5日，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海面会发生大的爆炸，导致海底断裂，引发海啸，然后巨浪高达40米，一片陆地将从海底升上来。那会影响到日本、台湾，包括香港啊、菲律宾这一带。太平洋上会有2条龙窜到这个海域，制造了灾难。但它这个在海面上发生爆炸挺奇怪的，一般都是海底发生动荡，你才会造成海啸嘛。对，在这一点上就有2种解读，一种解读是说这确实是一个地质灾害，还有一种解读它可能是核弹之类的。对。他甚至还给出了具体发生的时间，是吗？就你看其他人预言，他们都说在2025年的上半年，或者给个具体的日期，对，是吗？他甚至具体到2025年7月5日4点18分，是吧？对，那他的这个预言呢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因为他是说他是在梦里看见的。日本的地震学家他们研究，就是说这个在日本这一带叫南海海槽大地震，是一个100年周期型的地震。这个南海海槽在未来30年内发生特大地震的几率会超过70%，然后这个震级会达到8级以上，就是非常重大的这个地震。这个理由就是说，这个南海海槽特大地震是每隔100年左右会发生一次。周期性发生，那最近一次发生是在这个1944年到46年这个期间。你看这个是这个他那本书上写书上的它的这个示意图嘛，能看到就是日本跟台湾菲律宾这一带甚至你会看到这里好像这个卫星图，这里好像看着确实有点像龙，是不是？那刚才那个是日本的地质专家研究的嘛？那台湾的这个地质专家，他们也有一个研究，是说台湾附近，就是在台湾岛的这个东边，是一个琉球海沟，它也有100年地震周期。台湾这个中央大学的教授他们研究的就是说，这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地震时代的开始了。这里曾经发生的大的地震有1920年。还有1815年，你看差不多都是200年，100年左右的时间嘛，对吧？差不多是上一次1920年，而且呢，今年我有专门去这个台湾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今年其实在8月份的时候，在花莲地区就发生了2次地震，但都已经是达到6级左右的了。除此之外，其实你看下面这个图，这是今年发生的，都是在花莲5级以上的，就还挺频繁的。而且预言这个事情呢，还不止这几个还有这个英国有一个预言家，他是被称为末日预言家，然后也被称为什么新诺查丹马斯这样，叫帕克。他首先预言到说，就是在2025年，日本外海区域会有巨大的蘑菇云，很可能发生大地震。那除此之外，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中国我们也讲这个道教会八卦、天干地支，这其实也是一种占星的方式嘛。那天干地支也是通过观星来记录这个时间年的这个变化。2025年我们就叫这个乙巳年。那其中呢，这个乙在天干是属木的，那巳在地支里面就是属火，那正好相处。对，所以呢，根据这个五行关系呢，木生火，那乙巳年在这个领域里面就会被认为是一个能力爆发、易于发生冲突的这样一个年份。那这个火象呢，会象征着战争冲突疫病气候灾害。
那就跟前面那几位预言家说的内容也同样也合上了，对吧？同时它也意味着这个动荡和转折，这就跟那个阿兰德的那个也合上。动荡和转折呢，也有可能说，哎，是不是有新生？说到这新生的问题啊，就会看到一个说这个古埃及，咱们知道那个托特预言，说这个托特预言里面，它有预言说世界末日，世界是什么样呢？就是人啊厌倦生活，蔑视宇宙规则，也不尊重什么宗教信仰啊，也不热爱周遭的世界啊，然后虔诚的人会被视为是傻瓜。人们更喜爱这个黑暗胜过光明，认为这个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这么消极的。对，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现在这个社会，目前大家很多的这种想法啊，跟状态好像又有点相似。那他就会说，这样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末日被记得到来了。他说这个时候呢，这个众神啊，就看到人类是这样子的，他就非常愤怒，他就开始发动灾难，给你清洗掉一波。对，他就是这个神，他可能本来是保护人类、保护这个地球安静了嘛。那神非常愤怒，他要离开了，那就被这些邪恶的力量所控制了。这个时候呢，创世主召唤这个误入歧途的人回到正途，然后洗净世间的罪恶，用洪水去冲刷。这不就是你看那个大洪水，大洪水里面那一段不就是这样子？对，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把这些战争啊和瘟疫啊、罪业去消除。其实我在看这些预言的时候，我就会想说，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热衷于去谈论这件事情啊？在这个社会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说这个自证预言，就是这个预言在提出来以后，哪怕它可能是错的，但是由于它影响了人的这个思维和行为的习惯，就导致这个事情它最终实现了。这可能本来是不会实现的。对。但是因为你说了，人大家都信了，对，都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说这个银行要破产，然后大家就会去挤兑，就要把这个自己的钱赶紧提出来，怕它破产了就没有这个钱了。但是因为这个行为，银行真破产。这让我想到最近不是澳洲的那个高考发布成绩了吗？那我就看到一个帖子，就是说现在，比如他是说这个学校 top 的这些学生，然后以前可能大家80%的人都选择去学医，但是现在变了，现在这个最好成绩的学生学医的非常少，可能有1-2个学法律的，剩下的人都去读 AI 了，是吗？对，大家都去，特别是男生，他们都去选择这个什么 machine learning 这些方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科技大会嘛，进行了这样一个宣传，为了吸引人才，对，就把这些优秀的人才吸引到那个领域去，更好的卖芯片。黄主要关注自己的显卡卖不卖得出去。我们关注的是他的股票涨不涨，是不是？